玩过6颗子弹的俄罗斯轮盘赌，甚至在晚上12点的时候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。可哪怕搞出天大的动静，在第二天，这个世界依旧会恢复如初。只因我从出生开始，每天都会做同样一个梦，在梦里不断重复同一天的场景。这个梦境对于我而言，就好像一个牢笼，不管我在哪儿睡，不管我白天干了什么，一旦进入梦乡，就必然出现在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广场。但渐渐的，我发现了这个梦的特点，梦里的世界总会在0时42分准时毁灭，而我也会在0时42分准时醒来。小时候我很害怕这个梦，每天都会熬夜到0点42分之后再睡，那就一定不会做梦。但长大后，我慢慢改变了这个想法。在现实中，我做什么都会被管教，但在梦里，我却可以为所欲为。就这样，这个每日重复的梦境成了我的发泄场。虽然梦里永远都在重复同样的一天，但好在梦里的世界足够大，即便我已经在梦里戏耍了20多年，可每天依旧都有新发现。就好比今天，找了你好久了，专家，走吧。我的小弟已经搞定了入口，就只等你了。见此，我顿时来了兴致，因为这是梦境里第一次有人主动搭话。我扶正脸上的奥特曼面具，赶紧跟了上去。怎么称呼啊，大哥？道上人都叫我大脸猫，你叫我脸哥就行。现在还不到你这密码专家出手的时候，你先跟紧我，别乱跑。这时我才明白，奥特曼面具就是他们这次的接头暗号，而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成了所谓的密码专家。可接下来，我却被大脸猫的行为惊住。野狼，你刚才碰爆浆像的手法太慢了。脸哥，我下次……每当大脸猫的小弟完成任务，他都会干掉这个小弟，理由更是既奇葩又充分，不是手脚不干净，就是勾引过大嫂。总之，等到了仓库门前，就只剩下了我们2个人。别怕，这样我们就能分到更多的钱了。看我不相信他，他又从腰后摸出一坨炸药递给我。脸哥，我为人坦荡，从不做小人之事。拿着，一会儿你要是觉得我想嘎你，你就直接按下开关，把你脸哥一起炸飞。我笑着给他比了个大拇指。这么久以来，头一次遇见这么有趣的人。我走到密码门前开始捣鼓，可我并不是真正的密码专家，眼前的门我根本打不开。大脸猫急得来回踱步，脸上横肉拧成一团。你大概需要多久？10分钟，这也太久了吧？你特么不是密码专家吗？你就这样破解密码的？你就说效率不效率吧，里面就是仓库了。特么，专家就没有一个靠谱的。我走进墙面炸开的大洞，这是我第一次进入仓库，但却和我想象中的场景完全不一样。仓库里面空荡荡的，没有钞票堆，也没有金条，有的只是一个接一个的保险柜。在每个保险柜上还写着不同的人名：王硕、刘丽萍、林贤。随着我的目光不断看去，我竟然发现了写有我名字的保险柜。我后退一步，盯着上一个保险柜上的名字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灼热的枪口顶在了我的后脑勺。脸哥手下留情，脸哥你可得讲道理，我一没手脚不干净，二没勾引大嫂，你肃清家门也不能冤枉我吧？见脸哥不说话，我又坦白，我不是什么密码专家，我就是在广场溜达，捡了个奥特曼面具戴上，结果你蹦出来，二话不说拉我上车，我也不知道那是街头吼令。说到底，我只是出于好玩骗了你，但要带真的密码专家来，说不准到天亮都破解不了。遇上我是你歪打正着的福气啊！此时，身后传来一道铜铃般的轻笑。我可没那么笨，要是到天亮都破解不了密码门，还算什么密码专家？脸哥呢？你杀了他？我要不杀他，刚才死的就是你。他本来就打算杀了你们所有人，独吞钱财。说罢，往墙上的保险柜走去，最终停留在写有我名字的保险柜前。看着箱体上8个密码转轮，他将耳朵贴在保险柜上，咔咔拨动密码转轮。我也从后面凑过来。你认识李璇？不认识。那你干嘛开他的保险柜啊？你哪来那么多问题？哪儿凉快去哪儿待着去。
我看着保险柜上的8个密码转轮，沉思道：“你试试，1999年3月20日。这是什么数字？我的生日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警报随时会响，没人会在这种场合开玩笑。我和你的目的是一致的，甚至我比你更好奇这个保险柜里到底藏了什么。相信我，这个密码绝对错不了。”女人看着我没有说话，显然被我自信的气势说服了。她把8个密码转轮拨好，按下锁扣。可保险柜竟然没开，我愣住了。密码居然不对。再说一个字，我就杀了你！我举起手，老实后退2步。我不怕死，但我好奇这保险柜里到底藏了什么。女人不停地尝试破解密码，但却毫无进展。我蹲在地上，拖着下巴思考，也没有什么头绪。就在这时，四周响起刺耳的警报。女人一拳捶在保险柜上，叹了口气，显然这次行动失败了。我抬起腕表，看了一眼时间，0点41分53秒。我起身伸了个懒腰。没时间了，明天再来吧。你把这里炸成这样，你觉得你明天还有机会进来？你确实是没机会了，但我可以。我每一天都可以。我对着女人挥挥手，一阵白光瞬间吞没一切。我睁开眼睛，回到了现实世界，看向床头柜上的时钟，2026年5月1日0点42分01秒。回想起刚才做的梦，大脸猫、奥特曼面具、美女特工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我并不奇怪保险柜上有自己的名字，毕竟这是我的梦，我是主角。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密码不对呢？按照我一直以来的习惯，绝大多数密码都是自己的生日。这时，床头柜的手机亮起，我点开一看，设计组组长李娟明早9点在3楼会议室开会，所有人不许迟到。我叹了口气，在梦里我可以为所欲为，但在现实中，我还是得在午夜一点卑微的回复收到。第二天在公司开会时，组长李娟一上来就怒气冲冲的把文件砸在桌上。昨天晚上就告诉你们了，今天赵总要亲自过目。我们新品牌主打的是什么？是年轻，是少女。让你设计品牌形象，你给我搞一个穿着黑丝的狐狸，几个意思？我们赵总已经说过无数次了 ，Kitty 猫 ，Hello Kitty 都听说过吧？我们要的就是和 Kitty 猫一样的品牌形象。李娟的怒吼充斥整个会议室，我闭着眼睛转着笔，仍在思考昨天梦里的8位数密码到底是什么，保险箱里又藏着什么。听着李娟的咆哮，我联想起大脸猫脸上的猫咪面具，那也是一个卡通猫的形象。不得不说，那个猫咪形象确实设计得很可爱，简单又精致。走神的我寥寥几笔，便在稿纸上将这只卡通猫勾画出来。很快我的动作就引起了同事的注意。这小猫咪好可爱呀！一时间会议室的目光全都朝我这边看过来。李璇，你有这么好的设计稿，为什么不交给娟姐？李娟快步走来，现在的她也是外强中干，用盛怒掩盖自己的慌张。其实她内心比谁都紧张。你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呀。李娟把草纸放在赵总面前，怯生生地看着赵总，等待着他开口。不错。李娟一看自己危机解除了，疯狂吹捧我。李璇，你快给咱们赵总讲讲，你是怎么设计出这个猫咪形象的？有什么灵感来源？赵英俊也抬起头，眼神古怪地看着我。在梦里梦到的。李娟恨铁不成钢地叹口气。傻孩子，多好的机会啊！而赵英俊则点了点头。光一个猫咪头肯定是不够的，不管是打印包装还是做海报，我们都需要一个全身画像。李璇，能麻烦你把这只猫咪的身体和服饰也画出来吗？没问题，设计稿都在家里，我明天带过来。到了晚上，我洗漱完毕，准备再次进入梦境。通过昨天的梦，我已经把事情搞清楚了。只要我和昨天一样戴上奥特曼面具，大脸猫就必然还会出现。接着我便开始睡觉，进入了梦境。再次来到那个熟悉的广场，我看向广场中心树立的电子告示牌，2624年8月28日，昨天遇到大脸猫是在10点左右。我随手捡起面具戴在脸上，2声急促的口哨声响起。这儿呢，老弟！这广场到处都是戴奥特曼面具的小孩，找你可真难找啊！等一下，脸哥，我有个问题，你面具上的这只卡通猫叫什么名字？这是科科猫啊，你连这个都不认识？很火的。
我女儿以前还买过不少玩偶呢。我甩开大脸猫的手，回头往玩具店走去。我有点东西忘拿了，你先去车上等我吧。突然，一只胖手猛地按住我肩膀。你以前见过我，为什么第一次见就喊我脸哥？大脸猫死死盯着我，同时左手往腰间摸去。因为你的脸实在是太大了呀。原谅我，实在没法忽视你这张大脸。如果你介意，我可以换个称呼。你小子猜的还挺准，道上都叫我大脸猫，你还喊我脸哥就成。快去拿东西吧。我摆摆手走进玩具店。这大脸猫本以为是个粗犷莽撞之人，没想到心还挺细。我走到玩具店，把来意说出来。售货员把我领到一个玩偶货架，好几层摆放的都是科科猫。看来大脸猫说的没错，这玩意儿确实卖得很火。我拿起一个基础款，开始上下打量。片刻后，大脸猫气呼呼地冲了过来，拽住我就往外走。咋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啊，老弟，抓紧了吧！经过收银台时，大脸猫直接拍下一张金色的1000元大钞。大脸猫的车就停在门口，我抱着科科猫玩偶直接被推上车。你就用这玩意儿破解密码？送给你女儿吧。大脸猫瞬间哑火，狰狞和愤怒凝固在脸上。几秒后，他咽了口唾沫，默默开车。我不知道一直吵吵闹闹的大脸猫为什么变得如此安静，安静的让我有些陌生。路口的红灯开始闪烁。谢谢你，我已经很多年没买过科科猫的玩具了。女儿长大了？是，她去世了，走了好多年了。那年她才6岁。到地方了，该干正事了。接着，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。最后来到了仓库，面前熟悉的黑墙，熟悉的银色密码门。我再次拿出炸药，轰的一声，直接将门炸开。大脸猫迅速跑进仓库，左顾右看半天，也没发现1分钱。他大声向我质问，我只能无奈地说我不知道。看着空空如也的仓库，大脸猫直接用枪顶着我太阳穴。耍我？是你说这里有钱，我才跟你来的。为什么骗大脸猫？你骗他说这里有钱，有金砖，但实际上你的目的只是为了保险柜吧？要你管，哪儿凉快去哪儿待着去。说罢，女人沿着墙壁审视保险柜上的名字，回想起昨天梦里，这个女人也是在大脸猫要杀自己时才击毙了大脸猫。这时，女人找到了写有我名字的保险箱。我们做个交易吧，你告诉我救我的原因，我帮你打开保险柜。你真以为戴个卡通面具就是密码专家了？我比密码专家更容易破解密码。笑话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因为我就是李璇。从我在广场上看到你假扮我跟着大脸的猫上车时开始，我就觉得你这个人脑子有毛病，现在更加确定了。说白了，你还是不相信我呗。但是你既然是来偷李璇的保险柜，你肯定对这个人有所调查吧？他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吗？你好好看看我的脸，对比一下你之前调查的照片，看看是不是一模一样。我没调查过这个保险柜的主人，我也不知道李璇长什么样子。从没想过证明自己是自己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。不过你是谁根本就无所谓。倘若你真能帮我打开保险柜，我大可以告诉你答案。如果是电子密码锁，我用不了几分钟就可以破解掉，但偏偏这里用的都是机械密码锁，无论是穷简法还是听音法，都无法在短时间内破解。只要你能打开这个保险柜，你就是我的合作伙伴。成交。怎么称呼你 ？CC。我发现自己梦里的角色好像都没个正常名字。我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又一个和自己有关的日期，但我脑子都快想爆了，还是没猜到正确的密码。要不再试试你奶奶的生日？我还真不知道我奶奶生日。你听不出来我在讽刺吗？你刚把你7大姑8大姨甚至你家狗的生日都试过来一遍了，你能不能换个思路？为什么一定要是日期呢？8位数的密码就没有别的可能吗？肯定是日期，相信我，我一看这个结构就知道，肯定是日期，这是我长久以来设置密码的习惯。你代入感还挺强的，要不是你刚才说的这些日期全都是几百年前的，我压根儿不会在这里听你胡扯。到底是什么？到底还有什么日期没有想到？这真的是我的保险柜吗？但这是我的梦啊，我的梦里难道还会出现别人的保险柜吗？所以这个8位数的密码一定在我的记忆里。是主电路恢复了，你倒是快想啊！你再想不出，黄波里就到了，我真就不该相信你。我看下手表
0点41分27秒。现在不单单是佛波勒的问题，梦境只剩下33秒了。你到底行不行？你刚才说的漂亮话呢？我脑子都快炸了，无数尘封的回忆不断浮现，内心最深处的一个数字被我想起。我以前喜欢过一个女孩，她是我同桌。我以前喜欢过一个女孩，她是我同桌。1999年7月7日，她的生日。试一下吧。CC 迅速旋转好密码转轮，紧接着一拳砸在锁扣上，没开，密码不对。2015年6月9日。别给我说是你告白的日子。骗子！炙热的白光猛然乍现，我回到了现实世界。我想不明白，能试的我都试了一遍，可保险柜就是打不开，这让我不禁怀疑，这到底是不是我的保险柜？我挠挠头，掀开被子，坐起身来，先干正事儿吧。梦境终究是假的，还是现实中搬砖更重要？穿好睡衣后，我便打开台灯，坐在书桌前，将梦里记下的科科猫画在稿纸上。科科猫的设计本身就简洁精致，细节也没有太多，所以画起来非常容易。看着眼前科科猫的画稿，我不禁又想起了大脸猫。经过这2天的梦境，我已经把大脸猫和 CC 之间的恩怨彻底搞清楚。我又拿出一张白纸，开始在上面理顺思路。如果没有自己参与其中，他们每天的结局都是一样的，但我就是那唯一的变数。如果我打开了保险柜，那么将会是另一种结局，或许会开启新的梦境副本也说不定。曾经我一直都把这个梦境当作游戏来玩，但这一次我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。第2天来到公司会议室，所有人震惊地看着我带来的画稿。昨天不还是一个草图吗？今天直接把3物题都给搞出来了，完成度这么高，都可以直接开始生产印刷了。平时赵英俊总裁在场时，大家都是比较拘束，从不敢这样大声议论。但今天我拿出的成果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，要不是大家都了解底细，还真以为我是抄袭了别家公司的成品。今天的赵英俊一身黑衣，打扮得格外飒爽英气，低头看设计稿的他也是一脸欣慰。这真是一个优秀至极的品牌形象，比我设想的都强数倍不止。我忽然觉得，只是把这只猫咪当个印刷广告实在太浪费了。现在我又有了新的想法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们要给这只猫咪起个名字。李璇，这只猫咪既然是你设计的，那就由你来给它起个名字吧。既然公司的新品牌名叫做莱茵，那这只猫的名字就叫莱茵猫吧。莱茵猫。站在公司的角度而言，你愿意把这只猫和品牌名字绑定，我自然是求之不得。当然，你为公司做这么大贡献，我们自然不会亏待人才的。现在，我宣布一个新的人事任命。李璇所设计的这只莱茵猫，我想大家都能看出它的潜力、价值和发展前景。所以正如我刚所说，只把它用作宣传吉祥物，未免有点太浪费。所以我打算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，专门负责莱茵猫的 IP 开发工作，而这个全新的部门暂命名为莱茵猫 IP 开发运营小组。这个小组的组长就由李璇担任。一时间，同事们纷纷向我祝贺，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因为我的这次随意起名，竟然在梦境中发生了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。等晚上我进入梦境，我径直走进玩具店，直奔科科猫所在的货架，而眼前的货架上却全是各种不认识的洋娃娃。一瞬间，我感觉头皮发麻，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感蔓延全身。变了，我的梦境竟然发生了变化。我想买一个科科猫玩偶，之前还在这里摆着的，科科猫呢？先生，您是不是记错了？我们店里从来没卖过什么科科猫呀。我们店里的玩偶很全的，要不您给我描述一下玩偶的样子，我帮您找找。我知道了，先生，您要的玩偶在这边。紧接着，我在售货员的带领下，往店里最中心、最显眼、最大的货架走去。眼前灯光绚丽的货架，足足有10几层高。您说的就是这个猫咪吧？这可是店里卖的最好的产品，这只猫都火了好几百年了，还是非常受欢迎。不过，您确实是把名字记错了，莱茵猫。凌晨的广场已然空无一人，我张开手掌，里面握着的是一个莱茵猫钥匙扣。这个猫咪的每一根线条，每一个细节
都和之前梦里的科科猫一模一样，唯一的不同就是它的名字从科科猫变成了莱茵猫。为什么会变呢？我感觉浑身都不舒服，有一种不再掌控全局的无力感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就是梦境里的神，可以为所欲为，整个梦境世界都围着我转。但现在我想起了楚门的世界的剧情，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圈养的玩偶。0点42分，吞没世界的白光准时而至。我睁开眼睛，拿起床头柜的手机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